墙上用相框挂了许多照片，有魏无羡小时候的，有和江家一家人的合照。他虽是养子凑在那里面，却一点都不违和，笑得极开心。照片里的欢乐都要溢出来了。还有许多和江城的合照，捕鱼捉鸟，爬树放风筝。比起蓝忘机与四书五经相伴的童年，这样的童年实在格外丰富有趣。15岁的魏无羡经常笑得没心没肺，一旁和他勾肩搭背的江城则始终一副我超酷的欠揍表情。最中间摆着初中、高中、大学的毕业合照，3张被魏无羡并排放在一个相框里。蓝忘机悲催地发现，大学之前，他和魏无羡的合照居然只有屈指可数的这3张，还是有那么多人的群体照。对比江城，实在是太寒碜了，心里突然有点不太平衡。但转念一想，结婚证书上的合照，魏无羡的旁边是自己，这就够了。不过蓝总裁还是默默决定回去把家里2个相册那么多的合照挑几张摆在相框秀一秀了。太低调了也不好。屋里被暖气烘得暖融融的，深秋的那么一丢寒意被驱得无影无踪。魏无羡缩在被窝里，睡得脸红扑扑的，像个小苹果。蓝忘机把他蒙住鼻子的被子拉下一点，露出这人挺翘的鼻尖。魏无羡一向浅眠，被人这么一碰，睫毛颤了颤，撑开了眼皮，露出半点星眸。二哥哥你来了，带着浓浓的鼻音。蓝忘机凑上去亲亲对方的鼻尖，眼里溢满温柔。来接你回家了。魏无羡哼哼几声，伸出被窝抓了蓝湛的手，在他手心处也亲了好几口，又迷迷糊糊地摸摸蓝忘机的后脑勺，关切道：头还疼吗？蓝忘机摇摇头，已经好了。魏无羡点点他的鼻子，还是一副没睡醒的嗓音，听起来却有几分得意。你骗不了我的，我和蓝大哥说了，要有医生同意才能放你出院。听你的。蓝忘机顺着姿势把人抱起来，细心地拿被子把人的腰背过严实，细声打着商量：起床好不好？困。到晚饭时间了，听话，你不能饿。魏无羡仰着下巴开始耍流氓：你亲亲我，我就不困了。蓝忘机乐而为之，在他嘴边浅尝辄止地吧唧了一口。嗨嗨，2个人你侬我侬许久，都没注意到门口的江城。这人不知处在门口多久，待2人看向他时，江城又掩饰性地咳嗽了一声，尴尬地加重音调喊：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其实他想说的是另外3个字：辣眼睛。辣眼睛。蓝忘机一来，魏无羡就变成块牛皮糖紧紧粘在对方身上，洗漱、吃饭、看电视、睡觉都赖在蓝湛身上，蓝忘机也纵容到底。江厌离对此喜闻乐见，江城的眼睛却要瞎了。次日一早，2人收拾得当就要告别。魏无羡其实没多少行李，衣服什么的江家都有，他来的时候包里也就装了些必备的药品。江城一大早天没亮就跑出去了，这会儿回来鞋上全是泥，手里提着几节刚挖出来的莲藕，拿袋子一装塞到魏无羡手里。蓝忘机不动声色地替他接过了。魏无羡知道他去做了什么，也不挑明，只笑嘻嘻地说：谢谢师妹。江城突然听到魏无羡叫他这小时候玩闹的混称，还恍惚了一阵，笑骂道：赶紧滚。魏无羡就和蓝忘机一起愉快地滚回了姑苏的家。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，魏无羡觉得蓝忘机这一路上都神秘兮兮的。等到了家门口，蓝忘机开了门，对魏无羡说道：把眼睛闭上。魏无羡看了蓝忘机一眼，嘴角含笑，不知道这个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乖乖闭眼。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手被蓝忘机握在手心，被他这样牵着走了几步，绕过了椅子桌子，绕过几个房间，几个过道，才驻足停下。闭着眼睛走路，视野完全陷入黑暗，这种状况下人会极度缺乏安全感。但是因为牵着他的人是蓝忘机，魏无羡倒是一点也不害怕，甚至还从中品出一丝趣味来。好了吗？我可以睁眼了吗？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啊？魏3岁表示迫不及待，话音刚落，温暖的手心附上眼睛，这下他想偷看都不行了。这人乱颤的睫毛扫得蓝忘机手心痒痒的。进了房间，首先踏上的就是毛茸茸的地毯，就像踩在云朵上。魏无羡听到蓝忘机在耳边轻声说：现在可以睁眼了。眼睛上那抹温度散去，墙壁上安着几个星星形状的小夜灯，散发出暖黄柔和的光亮，照顾到房间的每个角落，又不会刺眼。
魏无羡几乎立刻适应了这里的光线。他看见原本的性冷淡调性的房间被改成了激进幼稚的风格，墙壁被刷成了天空色，天花板上垂下一大串风铃，上面挂着小星星小月亮。蓝忘机按了遥控，那些小灯就欢快地闪烁起来，把整个天花板绘成繁星夜空。地板被改成了原木质地，踏上去比大理石要软，在深秋这样的季节也不会觉得冰凉。靠墙上放了一张小沙发，边上立着一台未开的落地台灯，旁边的桌上放了各式的小玩具，五颜六色，奇形怪状，是这屋里最鲜艳的一隅。所有的家具都做了圆弧收边。小沙发正对面便是一张实木围栏小床，上面已经提前铺好的小被子小枕头，床头处躺着3只兔子公仔，一黑一白，最小的那只靠在中间，抱着根比它个头还大的胡萝卜，像是误闯了童话世界，可爱又柔软。魏无羡置身其中，有点反应不过来。蓝忘机从背后环住他微微变形的腰身，双手轻轻搭在隆起的小腹上，喜欢吗？回应他的是手背上的几点温热。蓝忘机吓了一跳，绕到人身前，果见魏无羡正热泪盈眶，吧嗒吧嗒地掉金豆子。这眼泪流得太凶了，蓝忘机下意识就想去拿纸巾，被魏无羡一把拉了回来。这人脸上眼泪都没擦干，就凑了上去堵了蓝忘机的嘴，眼泪混进吻里，又咸又甜。最后蓝忘机怕这人吻得背过气去，强行把他掰开了。魏无羡这回也不哭了，眼睛还是包着一汪泪，看起来极好欺负。他抱着蓝忘机的脖子不撒手问他，你什么时候做的这些？我都不知道。蓝湛，你到底还做了哪些我不知道的事？从决定把孩子留下来那天就开始准备了，只不过昨天才完全装修好。魏无羡严肃道，这3天你不在医院休息。蓝忘机如实交代，就昨天一天不在医院，二哥哥很顽皮呀。魏无羡亲亲他的心口，把手伸进对方的衬衣里，不安分地乱摸，我得惩罚你，惩罚你今晚给我暖床。他把蓝忘机推到墙边，开始上下其手。蓝忘机被他挑拨的气息不稳，却在对方进行下一步时把人按住了。不行，魏无羡委屈，为什么不行？你不爱我了，会伤到你和孩子。不行，蓝忘机一向很有原则立场，即使被人撩得动情也能面不改色，除了耳根红了点，几乎看不出反应。魏无羡一腔热血被他这句话浇得彻底凉透，肚子里的小宝贝也开始抗议。他没有办法，只能退一步，那你亲亲我，摸摸我，不进去，行不行？他这一副楚楚可怜任人欺负的样子，实在让人无法拒绝。蓝忘机点点头，把人一把抱回卧室的大床上。蓝忘机还算淡定，魏无羡却兴奋地翻来滚去，蓝湛只好把他圈在自己身下，这人才终于红着脸老实下来。魏无羡见缝插针的表白，蓝湛，蓝忘机，蓝二哥哥，我爱死你了。即使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即使这样肉麻露骨的表白听了无数次，蓝忘机依旧认真地回应道，我也是。